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迪丽热巴被冷藏，迪拜脱险后毫无音讯，知名造型师也点赞吐槽工作室，迪丽热巴消失的行程，一场迪拜滞留风波撕开了内娱顶流运作的隐秘裂缝。在流量更迭速度堪比潮汐的内娱生态中，顶流艺人的一举一动从来都不是个人事件，尤其当主角是迪丽热巴这样级别的女明星时，一次行程失误往往会被无限放大，演变为对团队能力、行业规则乃至资本博弈的系统性质疑。这一次，从迪拜滞留到行程停摆，再到造型师点赞风波，表面看是一连串零散事件，实则串联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。一个顶流艺人正在经历舆论真空期，而这背后可能是团队失序、资源重组，甚至是战略转型的信号。迪拜惊魂，一次低级错误的高代价外溢。事件的起点是那场被广泛讨论的迪拜滞留。原本，迪丽热巴受品牌邀请，计划前往巴黎参加时装周活动，然而在转机过程中，由于行程安排与签证或航班衔接等问题出现重大失误，导致他在迪拜机场滞留数日。期间，艺人状态不明，行程失控，甚至一度引发粉丝与公众对其人身安全的担忧。从行业视角来看，这种级别的失误几乎不可接受。对于顶流艺人而言，出行并不是买张机票这么简单，而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的流程管理系统，包括签证预审、航班备选方案、突发预案、品牌沟通机制等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，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。而此次事件中，最致命的并不是出错，而是应对失灵。工作室在艺人滞留3天后才发布声明，且内容仅限于对品牌方的道歉，未对公众关切做出有效回应。这种滞后与冷处理，不仅放大了舆论焦虑，也让团队的专业性遭到严重质疑。在一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，沉默本身就会被解读为问题。舆论真空，顶流最危险的状态。事件更值得警惕的，并不是滞留本身，而是之后的全面静默。无论是迪丽热巴本人，还是其工作室，在发布报平安之后，几乎停止了所有对外内容更新。社交平台停更，行程未公开，商务预热缺失这一系列反常现象，迅速被敏锐的粉圈与吃瓜群众捕捉。在内娱体系中，曝光就是生命线。对于头部艺人来说，长时间的舆论空窗往往意味着以下几种可能：团队内部正在调整，商务资源出现变动，舆情风险尚未消化，或者更直接，艺人进入被动冷却期。尤其是在同期其他女艺人频繁活跃、时装周话题不断的背景下，这种消失感显得格外突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状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被雪藏，而更像是一种失控式降温，不是主动策略，而是被动结果。白日提灯遇冷，项目资源的隐形信号。如果说行程停摆还可以解释为短期调整，那么影视项目的异常则更具结构性意义。据爆料，白日提灯这部由迪丽热巴与陈飞宇主演的剧集，宣传预算被大幅削减。更关键的是，在传闻即将定档的情况下，几乎没有任何预热动作。在内娱，宣发节奏是高度工业化的。T30 天开始物料铺设 ，T15 天释放预告与角色信息 ，T7 天集中投放热搜与话题，上线当天完成舆论引爆。而白日提灯的零预热，显然不符合这一规律。这背后可能意味着3种情况：平台对项目信心不足，宣发资源被临时调整，艺人团队配合度出现问题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对艺人来说
都不是积极信号。更现实的一点是，在内容为王逐渐回归的当下，流量不再是唯一决定因素。一旦项目本身缺乏竞争力，平台会迅速收缩投入，以降低风险。换句话说，顶流的带剧能力正在被重新评估。敏塔莎点赞，一次意外的行业信号释放。真正点燃舆论的是那次点赞事件。当网友发文吐槽工作室不作为时，长期为迪丽热巴打造造型的知名造型师敏塔莎意外点赞了该内容。这一行为在普通人看来或许只是手滑，但在娱乐圈语境中却极具象征意义。造型师并非普通合作方，而是艺人形象体系的重要一环。他们往往深度参与红毯、大片、品牌活动等核心场景，对艺人团队运作有着更直接的观察。因此，这一点赞被外界迅速解读为内部不满的侧面表达，团队协作出现裂痕，或至少是对现状的不认同。尽管敏塔莎随后回应称手滑，但舆论并未完全买账。因为在信息高度敏感的娱乐产业中，无意识行为往往比正式声明更具真实感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一点赞成为公众窥探行业内部的一扇窗口。粉丝觉醒，从户主到问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事件中，粉丝群体的表现也发生了微妙变化。过去，顶流粉丝更多扮演防御者角色，对外抵御黑粉，对内维护偶像形象。但这一次，不少粉丝将矛头指向了工作室本身。他们质疑，为什么行程安排如此混乱？为什么信息披露如此滞后？为什么后续运营几乎停摆？这种从无条件支持到理性问责的转变，标志着粉圈生态的成熟。在流量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，粉丝不再满足于数据好看，而开始关注运营质量。他们意识到，真正影响艺人发展的不只是外部环境，更是团队能力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场粉丝倒逼职业化的过程。内娱顶流的系统性风险不只是迪丽热巴，将视角拉远，这场风波其实折射出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。像迪丽热巴这样的顶流艺人，往往绑定着复杂的利益网络、经纪公司、商务品牌、影视平台、宣发团队，任何一环失衡，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而当前内娱正处于几个关键转型期：流量逻辑向内容逻辑过渡，粉圈文化向理性消费转变，平台权力重新集中，艺人议价能力被重新评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传统顶流打法开始失效。高频曝光容易引发审美疲劳，强营销容易被反噬，过度依赖团队风险集中。一旦团队出现问题，艺人几乎没有缓冲层。这是危机还是转机？回到事件本身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冷静的判断。迪丽热巴真的被冷藏了吗？从目前信息来看，更接近的结论是，短期失序加战略不明，而非系统性封杀。原因很简单，它仍然具备强大的商业价值，核心粉丝群体依然稳固，行业内资源基础尚未动摇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这种失控状态持续，确实可能演变为更深层的危机。未来走向3个关键变量，接下来它的走向将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：一、团队是否重组或优化。如果当前问题源于执行层，那么更换或升级团队是最快的止损方式。2、白日提灯的市场表现。一部剧往往可以扭转舆论，成功则一切问题被覆盖，失败则问题被放大。3、是否主动重建公众沟通。在信息时代，沉默不再是金，适度透明反而更有助于修复信任。结语：顶流的真正考验从来不是高光时刻，
娱乐圈从不缺爆红，缺的是稳定。这场从迪拜开始的连锁反应，本质上是一堂关于顶流管理的公开课。他提醒所有人，一个艺人的成功，从来不只是个人魅力，而是系统工程。而当系统出现裂缝时，最先感知的往往不是行业，而是观众。至于迪丽热巴，她是否能把这次风波转化为转型契机，答案或许不在声明里，而在接下来每一个具体动作中。